我说的难听点，你今天赖已经饿死在这里了，民进党不会觉得愧疚吗？那要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？革命吗？那个效果不就是作秀吗？秀的本身有用，唤起更多人来加入。我们的制度需要靠传播。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的绝食是没有用的。他们所冒的风险之巨大，身体的、选举的，甚至是内部政治格局的，不是你可以理解。明明是别人的错，为什么要这些受害者来承担这些错误？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有人会说，为了自己选票绝食等于作秀，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是很公允。但是当然你有你的看法，我觉得我就尊重你的看法。一个曾经绝食过的党主席，看着年轻人绝食，为什么主席这么重视这件事情？为什么我一直称赞这一次国民党的这个流程？不是因为我挺郑丽文，我讲这个话，这是很体感的。你问老党员龙哥就最清楚。用心跟没用心差很多啦。绝食这件事，我不会拿说不然你去绝食看看，我不会讲这种话。我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绝食你得尊敬他。绝食是勇士，我们必须给予他们最高的礼敬。你说他为了选举也好，为了什么也好，你都可以这么说。你可以任其的批判他们作秀、没人性啊，利用毒油还在那边成就自己，想要选举选上，唾弃这种人。但是你得本于事实说啊。首先第一个，绝食这件事情是容易的吗？非常不容易，因为他要绝150个小时。绝完不能恢复正常人生活，得先送医院，要花好一段时间养护他才能恢复。他等于这1个礼拜，再加上下1个礼拜，可能都没有办法跑行程。在现在选举这么激烈的情况之下，2个礼拜不跑行程是什么意思？你在选民的心中消失2个礼拜，马上后面还很激烈。这个不见得对他现在选举有优势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，这个我们得先认知。第二个，他们真的没有轮流绝食，不要被带风向，他们是真的绝食。第三个，对选举是争议还是检议不知道，你怎么可以预测它是争议的？而且我甚至更讲一步，为什么讲流程？也很有可能绝完，结果当场现场没给他几个画面，一将功成万骨枯吗？你以为国民党是什么党？你一句作秀话很轻，然后批判他们作秀很有道德制高点，很神气，但是他们所冒的风险之巨大，身体的、选举的，甚至是内部政治格局的，不是你可以理解。他们都是国民党人，他们不知道吗？国民党同志被抛弃的状况，不要说我讲，不要说在线上的台湾同学讲，大陆同学对国民党以前在民国大陆的历史非常知之甚详。国民党抛弃队友的传统是现在才有嘛？你可以拿你的态度来端人家，但是别人也有批判你的想法跟态度的权利。所以你不要人家批判你的态度跟想法，你就直接说对方是国民党脑粉，在替他护航。为什么人家开口就呛说那你去绝食啊？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知道这个内情，所以他简化就是那你去绝食啊，那你一定很不服气嘛。你会觉得说你怎么开口就呛我去绝食？我讨论的是他有没有作秀。如果我们之前跟政府讲我们大声疾呼的时候，政府有理我们，他们今天就不用绝食啊。是啊，没有办法了，你就政府他不理你嘛，他为了让所有的全国的老百姓感受到这件事情，智慧勇士嘛，以任他们只能用绝食的方式，就好我们以前那个古代听以此明志是一样的道理啊。这个就是台湾的最悲哀的地方在这边嘛，因为今天是太阳能板，明天是食安，后年是什么东西，基本上大家就没完没了。而且大家最无奈一点是好死，等到2028再把它下架，或者是今年选赢以后给他压力。可是问题是，他掌握国家机器，他不甩你对于台湾这种无能的官员来讲，今天道歉，明天忘记嘛。今天下台，明天忘记嘛，他换个跑道又换了另外一个职位又上去了嘛。刚才有人提到有啊，强哥有绝食啊，直斗也不是第一次绝食啊。对，我知道。你看为什么没有唤起你的记忆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用啊。这是一种表达方式。那为什么没有用？没有用是绝食本身没有用，还是对绝食这个动作如何去呈现导致它有没有用？你这回答非常好 ，HG 看得真透彻。那为什么今天深印在大家的心目中？你要看操刀的中破塞啊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问题。我看事情是看本质的，因为人家知道怎么去运用绝食这张牌。林义雄躲在教会里面喝豆浆、吹冷气绝食，人家也是绝食，搞得马英九把核四都给丢了，灰头土脸。林义雄绝食罄竹难书啦，以前是千古绝唱，这一定会一直被讨论是不是作秀，会不会有没有用？但是如果你从今天的操作层面上，今天就是成功了，他已经被高亮了，他已经被 highlight， 已经被注意到了。就是刚才历史哥其实偷换了一个问题，偷换了一个概念。他说的是当下，但问题是说这个事儿有没有被人记起来是5年或者10年之后的事情。
咱们得从那个时候来讨论现在这个情况。但这没办法讨论啊，除非我们做时光机啊。所以说，就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的绝食是没有用的，这是我想表达的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，首先第一个，我对他们的绝食行为，第一，他们是实打实的绝食，但是我的观点也是作秀，实打实的作秀。因为什么？我自己非常不鼓励一个观点，明明是别人的错，为什么要这些受害者来承担这些错误，要为这些承担背书？这个是一个绝对不科学的行为。你现在所做的行为，为什么我会讲是作秀？为什么刚才历史哥讲说，好，大家站在台上，说大家看到那个效果，那个效果不就是作秀吗？一场秀啊！不是，我们政治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啊。问题？秀的本身有用，唤起更多人来加入。我们的制度需要靠传播。你们大陆的方法是副家长式的，透过收集意见式的，征询意见式的，因为我们的制度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是倒过来的。那然后，所以历史哥，我现在说一下大陆的游行，不是没有啊，大陆有游行的。大陆游行干嘛？之前那个98年、99年那个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，当时台湾也有很多人去上街抗议啊。我说说大陆人是怎么干的，冲着使领馆直接把鸡蛋扔过去，石头扔进去。你们台湾人的骨气在哪里啊？别人的错为什么自己要承担？这是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。如果说每次都是别人犯错自己承担，然后你自己在这自残，别人看着，好，那你就自残呗。对面已经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，甚至没有人性的家伙了。你用一个呼唤人性的方式去呼吁他们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，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？第一个啊，大陆去丢使领馆，当然丢使领馆跟你去丢总统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他随时可以抓你。那如果你现在就被冲散了，你要怎么继续？这需要一些策略。第二个，民主政治，就是说我们讲西式民主，它的逻辑跟大陆的集中式民主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，你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，你也可以称成秀。为什么尽量不称为秀呢？因为秀会被人家觉得是虚情假意。如果当你真心的去呈现这件事情，就比如说我在上台主持，是不是个秀？当然是个秀啊。但是我讲的每一句是不是我真心认同？当然是我真心认同的啊。我讲的5大诉求难道是掰出来的吗？我自己写的啊。所以我们透过呼唤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情，并且把我们的诉求提出来，呼唤更多的同行。那在26年的年底的时候，选举的时候我们来处理。那你当然也可以冲动嘛，冲动，比如说邱毅老师当年开着冲车就给他冲进去了，然后就去坐牢了。那这个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去评估啊，你冲进去之后你一定会坐牢，那坐牢之后人家是认同你还是反对你的多？台湾曾经过有一个缪德森上尉啊，当时800壮士的时候往上爬一爬摔死了。在群体里面大家很敬佩缪上尉，可是在群体之外大家觉得那你自己摔死了，你没有感动到我。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两岸有很大的这个就是社会制度上的温差，所以可能大家对事情上理解吧，但是这很正常，因为两岸交流，历史跟主打两岸交流嘛，就是这个温差正好就是看点，不是吗？这个好，大家可以来讨论。所以绝食是不是伤害自己？当然是伤害自己。但是如果你这个受过伤害自己，你可以呼唤到更多人的关注，进而在选举当中导致民进党输掉，那这个是不是让民进党有更大的伤害的时候？那这是个衡量跟抉择嘛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。那这个差异可能在某些方面可能不能理解，但是很正常嘛，因为制度、政府、治理、文化，这它是行之有年。尤其啊，在一个社会里面，最大的就是治理文化，它是会有巨大的温差的。你就看很多国家的搞这种殖民的各种方式的，它那个政府，比如说香港政府好了，那香港政府，比如说大家很喜欢讨论说台湾以后是不是干脆一国一制啊什么？那为什么香港不一国一制呢？因为香港也形成自己的治理文化，但那个治理文化只能怎么样？用特首来取代港督，然后再透过一些方法去优化，慢慢去改进它的一个制度的内容，然后进而让香港的整个治理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现。但他没有办法直接就说，今天香港就比照上海来做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一刀切会导致社会的巨大的混乱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用秀？因为秀在西方的词语或在我们台湾社会的理解里面，它被认为是虚情假意的，或是表演式的。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真诚的行动。他们今天4位绝食的勇士，他们是一个真诚的行动，他们真心认为这样做会更好，所以我们就不会用秀去形容它，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行动，这是一个为了大家努力向前的时候，能够聚集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的一个自我牺牲、精神的凝结。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呢？为什么大陆人都觉得这个没有用呢？因为我们深刻知道国民党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目前跟他为什么打不过民进党？要脸嘛，就太要脸了。民进党人家不要脸的呀，
对吧？你绝食，国民党就说哦，我要退一步。你说政治不进校园啊，那我退出来。我说的难听点，你今天赖野人饿死在这里了，民进党会觉得愧疚吗？不会的。OK， 那我就现在想啊，那要怎么去改变这个现状呢？你要怎么让民进党承认说，我做错了，怎么办？革命吗？来冲！我们要冲进这个民进党的党部，这样子，然后揍赖清德一拳。我觉得如果能凑个1万人的话，问题应该就是这个事儿应该就能解决。那谁要当那1万人呢？你如果是1个或者是10个，民进党一定能把他抓起来，但是1万个人，民进党没法抓。对啊，所以要怎么从台湾的2300万人里面中找出1万人要去对抗民进党？那就是你们要努力的事儿了。这个，你不是建议我们吗？所以你不是建议我们要去冲吗？因为评论区好多人说大陆人不要管台湾的事。对啊，你建议我们，所以你是不是？所以我只是建议，我是抱着一个合统的心态在这里面交流，希望台湾人能够自己发现自己社会的问题并能解决，这样的话两岸的和平统一才有希望，否则迎接台湾的只剩下武力统一。因为这个这么讲好，就分3个阶段嘛。第一个，我们今天面对的是社会民生议题，主要对付的是独有到武统或合统这件事，它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嘛。对，因为主要是治理问题出现状况了。那治理问题是可以拿来对民进党开火的。好，这个叫什么？就是政治上的开火。它会因为治理问题的失败而损失选票，而进而输掉政权。这个是我们所期许的道路意境。那当然，它第一路比较长。他可能26到28，你要花一点时间，因为历史哥已经在街头玩了很久了。那刚才提到的说，那大陆同学的建议，包括 HG 的建议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大家都是很心急嘛，就是希望这个给一些建议。但是因为建议的话，就是这是一个外部观察视角，确实有这样的空间可以讨论。但是这个空间进入台湾内部议题的时候，就会变成说，它有一个没办法直接对接上的感觉，就会变成鸡同鸭讲。就台湾同学觉得说，你讲的方法我们理解啊，但是问题不适合现在这个议题的处理。但是我建议大家想一想，在规则内玩是这个规则在一定程度下是正常运行的情况，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点。那我打个很不恰当的比方，民进党明天说派军警上来把他们全杀光，那我们还是去海盗吗？那肯定不是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是个很极端例子，所以说大家应该想一想，这个规则的点在哪？不能说民进党一直在越线都越到你家里来了，都上门什么都在干了，你还在说这是我们要按照规则来。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是一种纵容啊。当然我作为一个武统派当然最好啊，因为民进党28年上任直接武统嘛。但是我觉得作为台湾人，大家其实应该想一想，这个规则的点在哪？民进党是否越界？如果他越界，我怎么去反击？我不会说1万人冲总统府，但我们是要做出一定的相应的因应来的。这次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，这对26年无疑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嘛。不然的话也不会说突然礼拜5的时候3大油厂突然就道歉了嘛。那之前 hold 着不让他们道歉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是有人去处理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改善其实并不难。首先你的政府必须要展现出一个态度，就是你的领导人是要干实事的。这个东西其实很关键，风行草野嘛，对不对？诗经里面说的嘛，风一吹草就低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上位者如风下位者如草啊，他只要有一个贯穿一个态度，他其实会改变很多事情的。当然我们说制度还是比取决于态度，你怎么去执行制度嘛。民进党最大问题就是他的态度就是林北就是一副来跟你决斗政治，他从来就没有要跟你讨论问题啊，这才是这整个事件里面最大的麻烦啊。就他从头到尾只想跟你做政治决斗，他不想跟你做事务或内容，因为做事务或内容其实这东西它的链路很长，等到选票回归很麻烦，而且中间干扰因素太多，对他来讲不划算。而且他本来透过这种炒作赚得盆满钵满，当他长期的不管是挣选票还是挣钞票，他长期这样依赖的时候，他其实路径依赖，他会形成一种惯性。而他的选民也会尽量被豢养成说需要这种高强度情绪价值的方式，他们可能就更不在乎这毒。你就很简单嘛，一样就是说本棉比毒有青鸟你吃啊，青鸟肯定不吃嘛，但青鸟一定装作不在意嘛，觉得这是天然的，不然你就学一下那个戴伟山的态度嘛。然后首先道一句辛苦了，真是感谢。而且说实话，无论您是做两岸交流工作，还是说现在在岛内为民生去争取权益这方面，可能从我们大陆人的角度可能来看，或者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吧，保重身体才是支持革命的本钱。所以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。从大陆
老百姓看到这个事情的做法是的，就是今天他在已经把司法变成自己的暴力工具的时候，你如果正常的表达声音，你是可以说整个媒体的垄断听不到。那么如果你做一些抵抗性的行为，可能就会什么？可能就会给你直接来定性，这种定性就可以直接甚至把你拉到北检，或者直接就上来进行盘讯。而作为大陆这边，很多朋友就是不能理解的是什么？就是明明今天这个执政党已经把普通人，已经把他的所谓的咱们说在野党这边已经迫害成这个样子了，难道台湾的朋友们没有起来想反抗吗？这个反抗其实它是带有一定暴力因素的。我们知道，在历史上的大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，对吧？包括当年攻占80地狱等等等等这种案例，说白了就是，今天难道台湾人就一直要这样忍耐下去吗？他的一个底线在哪里呢？所以这才是一个基本原因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作为大陆人，我在第一次跟您进行连麦的时候，我就提到说，我说今天之所以台湾很多现象令大陆的很多普通人看着无法接受，必须要介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大家同样都是人，同样都在一种现代社会，只是因为制度不同。但是为什么今天你们要过得这么惨？我觉得有一个温差是在于说对生活的体感，就是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，我觉得安塔罗看这个问题有看出本质哦。就是在大陆，因为传播它会有选择性的重点嘛，一个凸显的重点。那在大陆关心台湾，尤其一般老百姓生活的朋友的同胞的眼里面，会觉得说啊，这么惨怎么不起来？但其实有一个根本是，台湾人现在出来是主要对于说过去过得还不错，那你现在怎么可以让我吃独有这样的概念？你说台湾人真的生活不下去？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台湾斩杀线问题嘛，就大部分的同学认为台湾没啥斩杀线问题，因为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、台湾的气候条件、台湾的平均人均收入等等的，其实是一个相对舒服的地方。相对啦，我没有说一定啊。但是大家为什么会在这个基础上有所不满呢？对于这个，因为台湾有一个行之有年的公民社会，这个公民社会会有一种意识上的凝聚，就是如果你破坏我现有的生活，我就跟你对干到底。但是你说这些人被破坏了就是活不下去了吗？其实也没有到这种程度。但是我们的公民社会有一个共识，这个共识是虚无缥缈但又若有似无，但是它依然存在。就是大家对于一个总统该像什么样子，对于一个行政院长该像什么样子，对于一个就是食安风暴他该如何去处理，他会有一个若隐若现或一个大概率的一个想法、一个意念、一个想象的共同体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台湾人会当你搞出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愤怒嘛。那但是这种愤怒是基于什么？不是基于活不下去，而是基于说你让我的生活过得很糟糕。你说吃到毒友会不会马上死掉？不会啊，但是他吃多了确实会得癌症嘛。如果民进党胆敢这样说，吃毒友不会马上死掉，有啊，这不就引起愤怒了吗？就是大家会对这件事情有感的时候就集结起来，集结起来就说，因为你破坏制度，因为你破坏我美好的生活。可是你说立刻马上现在饿死了，可能没有。所以他在采取手段的时候，就我们这个公民社会在采取手段的时候，他就会选择在非体制内时间，但是是体制内允许的手段。非体制内时间什么意思？体制内会有时间节点投票的时候，但是非体制内的规范性的但是体制内允许的，就是抗议、集结、游行、造势。是这个样子，透过这样的一个集结起来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共识，而这个共识它会有透过愤怒来发表。那这个愤怒它不到说你死我活的愤怒，但是它确实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愤怒。你死我活只是说我不是弄死你就弄死我，但是呢，在一个具象化的一个权力的结构上面的话，确实从权力结构就是你要么你失去权力，要么我失去权力，所以大家就会难以忍受的愤怒。我觉得这个概念是这样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应该就会比较理解说这个温差在哪里。因为在大陆的话是经历过非常非常惨，你不起来造反要死人的这个状况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清末孙中山他可以这么轻易的得到这么大的共鸣，没有也没很轻易啊，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得到巨大的共鸣，因为大家已经理解到满清不亡则中国亡嘛，中国亡则中国人亡嘛，是这样概念嘛。那台湾今天呢，确实已经有那个危机意识，但是说到100%嘛，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原因，讲直白了啦，因为大陆给予民进党的控温还是有的啦，所以就是虽然我们也知道2628真的很危险，不能让民进党赢下去了，但是这个控温这个空间还在有的时候，他还是会让有一些人他心存侥幸，或是他也不是心存侥幸，他觉得没感受到，